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宣布，政府正與中央機構研究放寬內地人來港人才調配資金在港買樓限制，馬上引起咗我頻道嘅觀眾嘅興趣，因為呢個計劃可能馬上就會改變香港樓市嘅低迷氣氛，更加可能成為樓市上升嘅催化劑，令香港樓市重新注入動力。但係同時，香港樓價一旦急升，就令上車嘅難度重新增加。但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當然，我作為一個投資者，唔係見到啲利好消息就講佢有幾咁好，講到未來一定會升啊。因為實際上嘅樓市係立體嘅，呢個計劃並唔係利好所有嘅住宅物業市場。講得係高才落嚟，呢啲高才嘅眼界就當然唔係我哋呢啲投資者中意嘅上車盤收租盤，因為人哋本身嘅收入同財富都唔少，我哋呢啲上車盤對佢哋嚟講只係濕濕碎，亦唔需要搞咁多嘢去俾佢哋合法咁調動啲資金過嚟買樓，所以各位想上車嘅朋友都唔需要咁擔心住。不過無疑地，呢一個計劃的確係會增加咗內地高才嚟香港購買住宅物業嘅誘因。不過再細心啲去思考呢一個計劃，同時見到呢個政策反而係正正解決到而家另一個係香港住宅市場比較重要嘅問題。如果你都想知道呢啲內容嘅話，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去了解完整嘅內容。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都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購房通嘅出現係由於內地嘅外匯管制嚴格，每人每年只可以換5萬蚊美元，遠遠都唔夠買樓嘅需求，所以就一定要開放一定嘅額度去俾內地人去買樓。之前喺年頭由政黨提出，可能大家都只係聽下，但今次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講正與中央機構研究，個成事機會都應該幾大下。但係講真嗰句就係，一日未落實，一日都唔知個計劃詳情。喺度我就當一年有若干嘅資金可以流入香港俾內地人士去買樓。其實一年5萬蚊美元都唔係少錢，喺度我計埋俾大家睇係接近40萬嘅港幣。就咁用40萬港幣，用專才咁強勁嘅收入，佢哋已經可以做盡按揭去買香港嘅上車盤，仲未計佢哋嚟到香港係會繼續有收入，而且唔需要運用喺內地嘅資金。咁我哋又要了解一下用到呢個計劃會係乜嘢人嚟？咁我假設佢係高才通嘅人嚟，想喺香港買翻間樓嚟住，用個門檻 A，佢年收入係成250萬港幣。以佢嘅年收入買喺香港300-400萬嘅上車盤，一年都買到半間，2年就已經可以full pay。如果去到 B 嘅條件，佢個收入都應該唔差。去到 C 嘅話，畢竟佢先啱啱畢業，又唔似要喺國內調啲資金落嚟買樓，所以呢個計劃最主要都係target A 或者 B 類型嘅人。咁 A 類型嘅人除翻開佢月收入近21萬，會唔會同你去爭啲上車盤同埋買翻10層樓嚟收租呢？我就相信唔會啦，因為佢自己本身都冇咁多時間去管理，而且佢本身個收入都夠晒高。而 B 類型嘅人，以佢嘅身份條件都唔需要買上車盤，可能都可以直接買啲換樓鏈以上，可以直接跳過上車盤嘅階段，而去買換樓鏈階層嘅樓。所以喺呢度就可以理解到呢個計劃對上車盤嘅影響會比較細。各位想上車嘅人亦唔需要太過憂心呢個計劃。不過聰明嘅你就可能會發現，我會將呢條片放咗喺香港住宅海量供應系列。呢個計劃就正正幫香港解決咗另外一個住宅嘅問題。喺度我想問下大家，知唔知國內嘅同胞最中意香港邊一個地區置業呢？唔通人哋月薪21萬，走去搶我成日講嘅沙田第一城同嘉湖山莊去上車咩？佢哋係買嘅話都唔需要調啲資金過嚟啦。其實個答案就係啟德。首先嗰邊嘅樓齡比較新，而且擁有一個好獨特嘅地位，就係受惠於保護海港條例之下有永久嘅維港景。跑道區特別向維港嘅單位已經唔係俾一般人上車之用。啟德跑道區嘅定位亦係做精品豪宅咁樣賣。各位苦心自問，可以喺呢個距離對住香港嘅維港呢個世界級地標嘅新住宅，喺啟德之後仲有乜嘢新樓供應呢？個答案係啱埋我都諗唔到。發展商都唔係傻嘅，
佢哋肯高價投地都有一定嘅原因，所以你會見到向維港嗰一排嘅物業嘅賣價都係十分之離地。咁我哋又睇下向維港嗰4個樓盤賣嘅價錢係幾多啦？首先就係天璽海4房賣到近6000萬，尺價42,500蚊。之後就係天龍4房賣到3650萬，尺價就31000。跟住就係雲景4房雙套賣成8000萬，尺價42000。最後係以樂城啱啱先改名嘅啟德跑道區4A2地盤維港灣畔，暫時唔知啲最優質單位會賣咩價。但係睇完另外嗰3個樓盤嘅成交，我相信發展商會開咩價，大家都會心中有數。好啦，我哋而家睇下後生仔嘅上車盤。大圍金獅花園1房大概300萬頭就有成交，尺價先講11002蚊。所以你要知道，即使係香港樓市都有唔同嘅市場。你諗下雲景4房套賣成8000萬，其實係夠買20幾間金獅花園1房，根本就係兩個世界嚟。所以各位觀眾千祈唔好睇到利好或者利淡消息就一概而論。咁講翻購房通呢個計劃，佢就係幫人調動啲資金落嚟，係俾一啲資產或者收入能力極高嘅人使用。呢啲人都唔會去搶啲細價嘅單位。管理20幾間金獅花園嘅心力一定遠高過管理一間雲景。呢啲實力咁高嘅人當然寧願買精品豪宅都好過買細單位。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如果購房通目標係比較高端嘅買家嘅話，咁又代表啲乜嘢呢？所以而家就嚟到影片嘅核心，即係購房通解決緊乜嘢嘅香港住宅問題。時間推前翻去少少，去到今年初或者我根本都未拍片上 YouTube 嘅時間，經常有傳媒去講香港未來有大量嘅住宅供應。咁喺我之前呢條片都講過，我單用動工量去計啟德未來嘅供應量有成幾千伙。但係呢啲擁有咁近維港景嘅新供應，根本冇可能用一個平價去定位，亦係我之前所諗唔通嘅。換樓鏈以上到豪宅物業嘅一手供應比較多，要點樣去消化呢啲嘅供應？呢啲咁珍貴嘅土地，幾乎喺之後都好難再有同類嘅單位出現，即使有都只可以靠重建，花費大量嘅金錢、時間同精力去打造。所以即使遇上樓價下跌，發展商亦一定會惜售。所以點解成2000幾伙嘅維港灣畔要去到今時今日樓都起好先開始改名？改名之後仲要咁短時間內就講購房通會出現，唔知係背底裏啲政策係講好咗，定係咁啱發展商係獨具慧眼，而家打算開賣，就不得而知啦。但係講真嗰句，閒閒地都幾千萬嘅單位，其實都唔係一般打工仔嘅買樓目標。喺呢一邊廂買層樓都要幾百萬，講到要不吃不喝10幾20年，好難買。但係另一邊廂嘅啟德，不但伙數多，而且定位高，要點樣去消化呢啲嘅供應呢？對於普通嘅香港人而言，成日講啟德係有貧富分界線，又有簡約公屋，對嗰度嘅印象係十分之負面，又覺得跑道區嘅交通係十分之不便。另一類人又會用另一個角度去啟德，又覺得啟德係有一個獨特維港景嘅新發展區，配套唔差，仲有地鐵，有成個啟德體育園發展，去吸引到新嘅人口。但係睇到呢一面嘅，反而多數都係國內人士。既然內地人係想買香港樓，佢哋亦係比較中意啟德，但係佢哋有部分嘅人嘅資金被困死咗喺內地度買唔到，而購房通呢個計劃就正正可以解決咗呢個需求嘅問題。畢竟香港人嘅購買力其實主要都唔係買啟德嘅樓盤，有部分人亦成日攞啟德嘅貨尾數字嚟大做文章。呢個計劃就可以將啟德樓盤嘅供應揾到更加多嘅買家翻嚟，去解決咗供應嘅問題，避開咗原本要等上車盤升完，業主去換樓再消化呢啲新供應單位嘅時間，從而解決埋換樓鏈以上嘅供應問題。不過喺暫時而言，購房通呢個計劃仍然冇好詳細嘅數據俾我哋投資者去參考。即使個政策落實咗，有一定嘅額度俾內地人士去買樓，亦唔代表佢哋一定會買。要到時先知會有幾多嘅購買力增加。但係點講都好，去到最後都係會增加咗香港樓嘅購買力，因為講到供應問題，內地地大物博，根本唔需要擔心土地供應不足嘅問題。但係香港其實唔算好大，
特別喺香港嘅優質地段又有靚景嘅土地新供應係少之又少，係對佢哋有一定嘅吸引力。香港700幾萬嘅人口對住內地10幾億嘅人口，即使內地只有少部分人有咁強大嘅購買力去投資香港嘅貴價住宅，其實都足夠消耗啟德嘅供應。雖然購房通係解決啲比較貴價嘅住宅問題，但係我哋普通人買嘅單位，特別係近市區嘅上車盤供應其實好少，所以呢類型嘅單位必然係未來樓市嘅焦點。唔好以為購房通呢個計劃會對細冧心嘅單位冇乜關係，就忽略咗細單位嘅潛力。畢竟而家嘅租金指數已經破咗頂，遠超我預期。喺樓市下跌之下，又有一堆人唔敢買樓，等待機會。但係發展商因為見冇錢賺，就紛紛減慢發展，令樓市未來出現斷層。根本香港嘅居住問題未完全解決。假若購房通出現，又真係吸引到內地嘅資金去消化比較少香港人買嘅新供應嘅話，只係令我之前所講嘅供應斷層更加快出現同更加顯眼。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嗰2條影片。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